干眼症是现代人的文明病，该怎么检查跟治疗？一次告诉你。其实呢，干眼症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呢，感觉到眼睛胀痛、酸痛。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眼压高，其实测量完眼压都是正常的，只是因为眼睛过于干涩造成的一种酸痛、胀痛的感觉。那再来呢，也有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，所以会怕风、怕光，甚至会有一种灼热感、热热的感觉。再来呢，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刺痛、流眼泪，眼睛呢会有点分泌物黏黏的，甚至呢眼睛红红的有血丝。再来，如果再严重一点，有角膜破皮的状况，也会觉得视力模糊。我们会提供干眼症的病人一个 OSDI 自我检测的量表。再来呢，我们护理师会帮病人做一个泪液测试，叫做 Schirmer Test， 可以看出病人干涩的程度。我们眼科医师也会透过裂隙灯来帮病人看整个眼角膜的状况。第一个看泪液的高度，第二个呢，也可以透过荧光染色来看看我们泪液膜瓦解的时间，以及呢是不是有一些角膜破皮发炎的症状。我们的泪液层呢，其实有3层，最表层是油脂层，中间是水层，最底下是黏液层。那我们不管是缺乏这3层中的哪一层，都会造成干眼症。那首先我们先从缺乏水层的开始。泪腺分泌的减少呢，其实会随着我们的年纪越大，泪腺的分泌就会减少。还有一些是免疫疾病，比如说有干燥症的病人，还有一些是长期戴隐形眼镜的人，这些人呢也都会造成泪液膜的水层会比较不够。那我们的泪液膜最表层的油脂层呢，其实是由我们的眼皮周边的眼睑板腺所分泌的。那现在的人如果因为长期熬夜、压力，或者是过度油腻的饮食，常吃油炸的，都会造成呢我们的眼睑板腺过度的分泌。它就会阻塞，那造成了我们眼睑板腺的功能不良，就会造成我们的泪液膜容易蒸发。这个在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呢，是最主要造成干眼症的原因。再来呢，最底层黏液层，黏液层呢是由我们的眼结膜细胞里面有一个叫杯状细胞所分泌的。那在一些慢性结膜炎，或者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，比如说天疱疮的病人，还有一些是化学灼伤过、受伤过，它就有可能这个黏液层分泌异常，造成干眼症。在缺水型的干眼症的病患呢，我们会建议要点补水的人工泪液。那有眼睑板功能不良的病人，他因为是油脂层的分泌比较不够，我们就会建议挑选含有补好的油的人工泪液来做补充。如果呢同时合并有眼睛发炎的现象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合并使用类固醇的药物，或者是在一些比较严重干眼症的病患呢，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免疫制剂环孢素来做治疗。那在眼睛比较干涩的病人呢，我们也会建议使用泪管塞来做治疗。泪管塞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栓子放在我们的鼻泪管的开口，那这样呢就会让我们的泪水存在我们的眼睛比较久，保有眼睛的一个湿润度。那现在其实有大概80%的干眼症患者都是缺油型的干眼症，所以呢，我们会请病人在家里要热敷及清洁眼睑板。除此之外呢，现在还有热脉动及脉冲光的治疗。热脉动呢，其实是透过仪器加热到42.5度，会直接的在我们的眼睑板腺做加压。第一个，它是可以融化我们的油脂；第二个呢，透过直接在我们的眼睑板腺做加压按摩，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一些长久老废的一些阻塞的油脂，帮忙它疏通及排出。另外，脉冲光治疗是一个可以透过加热来融化我们眼睑板腺的油脂，同时呢，它可以改善眼皮周边微血管扩张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呢，可以降低我们的发炎反应，也可以减少细菌跟螨虫的滋生，来达到呢，也是一样让我们促进眼睑板腺正常的分泌，预防眼睑板腺的萎缩。会造成干眼症其实通常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要注意作息，不可以熬夜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不要过度长时间的用眼不休息。如果呢是工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会建议用眼20分钟要闭20秒，强迫自己要休息一下。第三个呢，我们会建议呢要养成热敷跟清洁眼睑周边的习惯。饮食上建议要补充适当的蔬菜及水果，
以及摄取维他命 A、C、E 及鱼油，避免一些辛辣及刺激的食物。再来，有需要戴隐形眼镜的人呢，一定要尽量控制戴隐形眼镜的时间，一天呢不宜超过8个小时。最后，眼睛如果有任何的不适，都建议到眼科做检查，这样才会得到最妥善的治疗哦。